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，我是顾华。今天咱们不聊养生，聊聊出门在外的一件大事，坐车。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，现在正是到处走走的好时候，不管回老家还是去周边转转，高铁和台铁那是咱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。说起坐车，顾华得问一句，咱们满65岁的朋友去坐高铁、台铁，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买那个敬老票，也就是半价票？我猜屏幕前大多数朋友都会点头，觉得这已经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福利了，心里头美滋滋的。没错，敬老票确实是好政策，是咱们实实在在享受到的福利。但是今天要悄悄告诉大伙儿，如果您每次都只盯着这个敬老票买，那您可能就错过了另外几个更划算、更隐蔽的大便宜。您没听错，除了咱们熟知的半价，还有几种隐藏买法能让您花的比半价还少，甚至有些服务那根本就不是钱能衡量的事儿，这可都是内行人才知道的门道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如果您不想再多花冤枉钱，想把省下的钱用在刀刃上，那今天这条视频您一定得睁大眼睛，从头看到尾，一句都别落下。在开始咱们今天的省钱大计之前，也请大家动动发财的双手，给咱们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或者在评论区里扣个一。如果您是的一次刷到岁月安心站，觉得顾华说话实在，讲的东西有用，别忘了点个订阅，关注咱们岁月安心站。好了，咱们闲话少叙，直接切入正题。说到出门坐火车，咱们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肯定是票钱。特别是咱们这一代人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，节约那是刻在骨子里的，能省一块是一块，省下来的钱买点好吃的，或者给孙子孙女包个红包，那多好。所以当大家知道满65岁可以买半价票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捡到了宝。但是您知道吗？这个我们视若珍宝的半价，在某些特定的玩法面前，反而显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。这就像是咱们去菜市场买菜，您以为按标价打5折就已经是剁手价了，结果旁边有个老熟人悄悄告诉老板一句暗号，拿到的价格比5折还低。您说您心里是什么滋味？是不是觉得以前亏大了？今天我就是来当这个老熟人的，我来告诉大家那几句暗号是什么。咱们要说的第一个隐藏玩法，它有个很形象的名字，叫早鸟票，也有人叫它提早预售票。您可能会问，这早鸟是个啥鸟？听起来怪新鲜的。其实您就把它理解成早起的小鸟有虫吃。这个票的逻辑特别简单，就是鼓励大家提前规划行程。您想啊，铁路部门也好，高铁公司也好，他们都希望知道未来一段时间大概有多少人出行，这样才好调配车辆，安排人手。所以他们就拿出一个特别有诚意的条件来吸引大家，只要您提前把票买了，我就给您一个比平时低得多的价格。这个价格有时候低得吓人，比咱们的半价还要便宜。咱们算一笔账，咱们的敬老票，也就是半价票，那是固定的5折，而这个早鸟票，它为了鼓励大家提前订票，折扣力度有时候能达到原价的6、5折，甚至更低。您听明白这个数字了吗？原价100块钱的票，咱们敬老票是50块，可如果您提前买了早鸟票，可能只需要花40块，甚至35块，这就相当于在咱们半价的基础上又打了7折。您去超市买东西，见过折上折这种好事儿吧？这就是坐火车的折上折。有朋友可能就急了，说，你这说的好听，我也知道早买便宜，可我哪知道我1个月以后要去哪儿啊？咱们老年人记性不好，腿脚也不方便，还得天天盯着手机抢票，太麻烦了。您别急，您说的这些难处我都懂，而且今天就是来帮您解决这些难处的。这早鸟票确实有个门槛，就是要提前规划，而且得会用手机或者电脑去查去买。但咱们换个角度想，咱们是不是总有那么几件事是早早就能定下来的？比如说在外地的儿女早就打电话来了，爸妈，今年中秋国庆春节，我们接您们过来团圆，咱们全家一起去哪儿玩几天，这日子是不是定好的？去哪儿是不是定好的？只要这2样定下来了，您就可以提前把车票给买了。这时候您就不是那个毫无准备的人，而是那个早起的小鸟了。
您只需要让儿女帮您在手机上设置一个提醒，或者干脆让他们教您用一次那个12306的敬老版，字儿又大，按钮又清楚，操作起来比想象中简单得多。到时候您拿着比半价还便宜的票上车，心里头那个舒坦劲儿就别提了。当然，咱们也得实事求是，提前好多天就确定行程。对于咱们喜欢说走就走，或者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来说，确实有点难。那好，早鸟票咱们抓不住，再给您支第二招。这一招啊更隐蔽，很多人可能听都没听过，但它却是实实在在能把钱省下来的，那就是利用好咱们铁路会员的积分。您可能会说，积分那玩意儿能有什么用？攒一年也换不了几块钱。嘿，要是这么想，那您可就真小看它了。特别是咱们60周岁以上的老朋友，铁路部门给咱们的待遇那可是 VIP 级别的，您知道吗？只要您年满60周岁，并且注册成为了铁路的常旅客会员，您坐火车获得的积分是普通会员的3倍，整整3倍啊！这是什么概念？给您举个例子，比如您从北京坐高铁去上海，花了500多块钱买了张票，普通人可能就攒个500多分，但您不一样，因为您是咱们60岁以上的宝贝疙瘩，系统会给您记录下3倍的积分，也就是1500多分。这些积分就存在您的账户里，就像您存钱罐里的硬币，平时不显山不露水，但攒到一定时候，它就是一笔巨款。等到什么时候您再想出门，哪怕只是去个附近的县城，您就可以直接打开手机，用这些积分来兑换车票，而且是免费兑换，1分钱都不用花。您想想，本来您买敬老票已经省了一半的钱了，可这积分换票直接就是全免费，这不比半价更厉害？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？很多朋友可能从来没关注过这个积分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个小金库，结果坐了几十年火车，积分都白白浪费掉了，那多可惜啊！这就像您每个月往一个盒子里存钱，存了几十年，最后发现盒子是漏的，钱全丢了，心里能不难受吗？所以啊，建议大家，如果还没注册的，下次让儿女帮忙注册一下铁路会员。如果已经是会员的，下次买票的时候，别忘了查查自己的积分有多少。这些积分就是咱们的隐形存款，用好了，以后出门旅游，那张火车票就等于免费送的。这难道不是比半价更香吗？聊完了怎么省钱，咱们得聊聊更重要的安全和舒心。咱们出门在外，尤其是上了年纪，图的是什么？除了看风景，最重要的就是平平安安、顺顺当当。有时候咱们为了省那点钱，结果把自己累得够呛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要说的这第3样隐藏福利，它不是直接帮你省钱，而是帮你省心、省力，甚至是在关键时刻能帮上大忙的护身符。这个服务叫做重点旅客预约服务。听到重点旅客这4个字，您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，好像自己成了需要别人照顾的麻烦精。不是的，这是咱们国家和社会对咱们老年人的一种尊重和爱护。您想啊，有时候咱们腿脚不太利索，走远路得慢慢挪；有时候车站太大，找检票口像走迷宫；有时候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上下楼梯特别费劲。如果咱们能提前预约这个重点旅客服务，那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怎么预约呢？也特别简单，我给您总结了3条路。第一条路，如果您会用手机，就在那个12306的软件或者小程序里找，它里面有个温馨服务或者重点旅客预约的选项，点进去，按照提示填好您的车次、时间和需求就行。第二条路，如果您到了车站，发现需要帮忙，您就直接去车站里那个大大的综合服务中心，或者找挂着12306服务台牌子的地方，那里有工作人员，您直接跟他们说您需要帮助。第3条路最简单，就是拿起电话直接拨打12306这个客服电话，跟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说，您是一位年满65岁的老人，需要预约重点旅客服务。他们会非常耐心地记录您的信息，并且告诉您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您只要预约好了，到了您出行的当天，您就等着被呵护吧。您还没到车站呢，工作人员可能就已经提前打电话给您了。
阿姨叔叔，您好，我是火车站的工作人员，您预约的服务我们已经收到了，请问您大概几点到车站？我们在哪个门口等您比较方便？等您到了约定地点，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推着轮椅或者搀扶着您，带着您走专用的通道，优先安检，优先检票，一直把您送到车厢座位上，还会跟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做好交接。如果您坐的是长途车，列车员一路上也会特别关照您，问问您需不需要热水，卫生间在哪个方向。到了站，您也不用担心，目的地的车站也会有工作人员来接您，把您送出站，送到您家人手里，或者送到换乘的交通工具上。您说，有了这样的服务，咱们出门还怕什么？这哪里是坐火车，这简直就是当了一回贵宾啊！这份安心和体面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说到这里，顾华相信大家对怎么坐车更划算、更舒服，已经有了个大概的了解。但是，您以为这就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有最关键的一步。这一步要是没做对，前面说的那些福利，您可能一个都享受不到。这一步是什么？就是咱们出门必带的那张身份证。现在时代变了，咱们的观念也得跟着变。以前咱们总觉得出门坐车除了身份证，还得随身带着那个红彤彤的老年优待证，好像没那个证，人家就不认咱们是老年人似的。顾华告诉您，这个观念从今年开始得改了，因为现在咱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已经推行了一项特别便民的新政策，用身份证直接取代老年优待证。您没听错，就是那张您去哪儿都得带着的身份证。从2026年开始，在很多省市，您只要年满60周岁，您的身份证就自动升级成了您的老年优待证。您去买票、进站，享受优惠，只要把身份证一亮，工作人员一扫，您的年龄该享受什么待遇，系统里全都有。以前那种担心忘带老年证就不能买半价票的尴尬事儿不会再发生了。但是顾华德提醒大伙儿，这个政策虽然好，可它也不是全国统一的，有的地方可能还没完全更新系统，有的地方可能还是认那个旧的红本本。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什么？第一，您先打听清楚，如果您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可以问问当地的亲戚朋友，或者打当地的便民服务热线问问，看看那边是什么规矩。第二，不管规矩怎么变，您出门都务必带上您的身份证，这是咱们的护身符，也是咱们享受所有社会福利的金钥匙，咱们把它保管好了，走到哪儿都不怕。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从比半价还便宜的早鸟票，到能免费坐车的3倍积分，再到让人安心舒服的重点旅客服务，还有咱们最重要的身份证，信息量确实不小，但顾华希望大伙儿能把这些好东西都记在心里。咱们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到了享福的时候，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，能省则省，每一次出行都要舒舒服服，别让自己遭罪。这就是咱们岁月安心站想传达给大家的理念，用智慧过好日子。不过说到这儿，顾华还得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实在话，算是咱们今天这堂课的家庭作业。这些福利虽好，但有3类情况或者3类朋友需要特别留意一下。第一类是那些行程特别随性的朋友。咱们刚才说的早鸟票，它之所以便宜，就是因为它需要咱们提前承诺，提前把票款交给人家，所以这种票通常都有一个特点，改签和退票会比较麻烦，有时候甚至不让退，或者要收很高的手续费。如果您是那种想起一出是一出，计划赶不上变化快的性格，那您在抢这个便宜之前就得掂量了。万一您提前买了张去杭州的票，结果临出门前，老战友突然约您去喝酒，这票要是退不了，那省下来的钱反倒搭进去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早鸟票适合咱们有计划、守承诺的人。第二类是刚满60岁的年轻老人。咱们各个地方对于老年人的定义，有时候会有点细微的差别。咱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满65岁的敬老票，但在很多优惠政策里，比如刚才提到的积分翻倍，那是满60岁就有的。可有些地方公交系统的免费乘车，可能就要到70岁。所以您一定要看清楚每个政策的具体年龄要求，别搞混了。尤其是您要坐的车次，到底是属于国家铁路，还是地方铁路，还是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，他们的规矩可能都不一样。
最笨但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买票前多问一句，问售票员，问客服，问清楚了再下单。第三类是那些身体确实不太方便或者有特殊困难的朋友，顾华刚才极力推荐的重点旅客服务，大家一定要用好，这是咱们的权益。但我也想提醒一句，这个服务最好能提前1天预约。为什么？因为车站的工作人员需要根据预约的数量来安排人手，准备轮椅等设备。您临上车前才跑到服务台说需要帮助，人家手忙脚乱的，万一准备不足，影响的还是您自己的体验。所以，咱们既然要享受服务，也尽量体谅一下工作人员的难处，提前打个招呼，大家都方便。顾华今天讲这些，绝不是说鼓励大家都去薅羊毛、钻空子。恰恰相反，我是希望咱们能用最合理的价格买到最有尊严、最舒适的旅行体验。咱们这一代人最讲究的就是体面2字。咱们不占别人便宜，但属于自己的权益，咱们也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享受到。这不仅是为了省钱，更是为了告诉咱们自己，也告诉这个社会，我们老年人不是社会的负担，我们是值得被尊重、被优待的一群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关于坐高铁、台铁怎么买票最划算、最舒服的分享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顾华不知道您听完是什么感觉，我是觉得咱们国家现在对咱们老年人的照顾真是越来越细致、越来越贴心了。从半价票到积分翻倍，再到全程陪护，每一个细节都透着温暖。咱们生在这样一个好时代，更应该多出去走走，多看看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千万别因为不会操作、怕麻烦，就把自己困在家里。希望今天讲的这几个隐藏买法，能成为您下一次旅行的省钱攻略和舒心指南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哪怕只是让您知道了一个以前不知道的小知识，那顾华就没白讲。请您一定不要吝啬，给这个视频点个大大的赞，然后把它转发给您身边那些同样喜欢出门旅游的老伙计、老姐妹，让他们也看看，以后出门别再傻傻的只买敬老票了。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您以前出门遇到过什么开心事儿，或者有什么独家的省钱妙招，咱们一起交流交流，互相学习。还没加入岁月安心站的朋友，记得点个订阅。咱们下回接着聊那些能让您日子过得更明白、更舒坦的实在课。我是顾华，祝大家身体倍儿棒，出门顺风。咱们下期视频见。